在我生辰那日，一个被做成人质的乞丐丢到我的府内，我发现他颈后竟有一朵跟我女儿一模一样的莲花胎记。夫人，这是入秋以来万通号南边3省的流水汇总，请您过目。念。码头的货压了不少，折损了2成。另外，那帮漕运官差非要加收3成的祈雨绢。夫人，今儿可是您大日子，别为这些安杂气坏了身子。下去吧，重拟个方案来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夫人，后门发现一个。你跟了我几十年，死人堆里也算走过几回，什么东西能让你吓成这副德行？一个被装在破草席里的人。夫人，您还是别去看了，太吓人了。在我的府门口就没有我不能看的东西。掀开。人质！夫人，这是前朝才有的酷刑啊！这人定是得罪了什么很辣的角色，咱们报官吧。是啊，夫人，今日可是您的生辰，门口出现这种东西，实在是不祥之兆，快找人弄走吧。万一有什么恶疾传染给府里的贵人，咱们万通号没必要沾这身脏啊。这种刺痛感是怎么回事？抬进偏院，封锁消息，去请李伯把府里那株百年老参也取出来。夫人，不可啊！这来路不明的东西，万一……我说带回去，还不快去请最好的府医李伯过来！夫人，放弃吧，这姑娘受的是死刑，4肢断骨，被故意错位接死，舌头齐根拔了，嗓子也被灌了毒药，当真无救。她全身生机耗尽，如今全凭一股气吊着。老朽直言，不出3日，必死无疑。何必糟蹋万天号的名贵药材？我生平最不信的就是命，只要有一口气就得救，用最好的参汤给我吊住，我要他活。是，老朽这就去开药方。才这么点年纪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，要这样折磨一个孩子？莲花后颈生莲，娘亲，若莲，我的若莲！张伯，给我进来，快！夫人，老奴在这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张伯，你看，你给我看清楚，这是大小姐的。你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这胎记哪来的？我的若莲现在贵为靖王妃，在大周朝是何等的风光无限，她怎么可能变成这副模样？我的若莲！张伯，喜事儿！靖王府送仙的人到了。夫人，您看，老奴就说是巧合，靖王府的信到了。拿过来。哎，王妃娘娘亲笔写的，说小世子白白胖胖，像极了王爷。信里还说她自己产后身子大好了，请您千万勿念，过些日子就带小世子回来看您呐。字迹没变，可若是我的阿莲在这里受尽折磨，那么那个在王府里享尽荣华富贵、生儿育女的，又是谁？魏七，夫人，魏七，你是我带大的，现在去靖王府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动用你在京城所有的暗线，去把那位王妃给我带回来。是，活口还是？活要见人，死也带回来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真相到底是什么，我定会查清楚。都在这儿了。夫人，按您的吩咐，与小姐有关的所有宗亲谱，这些年经手的下人册，老奴都取来了。老奴带着人跑了整整3个库房，连往年的旧档都翻遍了，才凑齐这几箱名册。柳英这个名字，我怎么这么眼熟？夫人，老奴记起来了。2年前，这柳氏女孤身一人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说是家乡遭了灾，来投奔大小姐的。大小姐见她年龄和自己相仿，于是将这个柳英一直留在身边，直到大小姐出嫁前，柳英突然就消失了。
莲儿的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，极为隐秘，除了顾家亲眷，这世上绝无外人知晓。莲儿出嫁前，这柳英突然无故消失，必有蹊跷。去查。夫人想查哪一方面？查这个柳氏女出嫁前的所有行踪，她见过什么人，去过什么地方，哪怕是路边的一根草，只要她踩过，也给我翻个底朝天。魏统领，靖王午后便接了密令，亲自带兵出城押送军粮去了。如今府内只有数十名卫士把守。府中防备如何？高手都被带走了，剩下的不过是些看家院的。按计划行事，动手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想活着离开。这泼天的富贵，终究还是我柳英的。顾若莲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魏妻，你竟敢私闯王府，你疯了吗？奉夫人命，接王妃回府。本宫刚产子不久，受不得风寒，身子虚弱得很。魏妻，你回禀母亲，就说女儿这2日实在挪不动步，过2日再去看她老人家。顾老夫人思女心切，气血逆流，已入膏肓，只想在临终前见女儿最后一面。那老不死的要死了，怎么这么突然？若他死了，顾家那富可敌国的家产，岂不是都要落进我的手里了？什么？母亲她……快随本宫回去！魏统领，王爷出城还未归家，王妃深夜离府，这怕是不合规矩，请容老奴派人去请令牌在此，王妃回府全孝道，是去见生母最后一面，谁敢拦，便是断人天伦。明日顾家便去午门外击鼓鸣冤，让天下人看看，圣上是治顾家无罪求生，还是治你们靖王府见死不救之罪。这顾家可是首富，那是跺跺脚，京城都要晃3晃的主。断人临终最后一面，这官司打到皇上那儿也是靖王府理亏。带王妃上车，走。自从我冒名顶替顾若莲至今，还从未与顾云这老家伙真正当面见过。这老太婆精明了一辈子，万一被看出来……魏妻，母亲情况到底如何？昨日信里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病得这么重？小姐一看便知。顾云这老不死的，若真的没了，那顾家滔天的家产岂不是顺理成章，全都落入我这个亲生女儿的手里？这靖王妃的位置才算坐稳了。母亲，您真是吓死女儿了！魏妻说您病入膏肓，女儿魂儿都飞了。您病得这样重，怎么不早些告诉女儿？若是有个万一，让女儿怎么活啊？是女儿不孝啊！若莲的眼睛清澈见底，如山间流泉，而你这双眼里除了算计，只有那藏不住的蛇蝎野心。你果然不是我的女儿。我没病。我只是想你了。母亲，您真是吓死女儿了。您想女儿了，派个信使说一声便是，何必用这种诅咒自己的法子？惊动了王爷，全京城都要以为我们顾家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多住几天。刚生产完，身子恢复的如何了？老母亲挂心，一切都好。就是这胎生的实在磨人，疼得我几度昏死过去。女儿这辈子是真的不想再生了。把外衫退下。母亲，好端端的退衫子做什么？我想看看你颈后的胎记，许久没见，我想看看那朵莲花是不是还像以前。这老不死的是发现了什么了吗？不对，从进门到现在，我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。镇定镇定。母亲，女儿都多大的人了，还是5个孩子的娘了，您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？是。这胎记比阿莲身上的死气沉沉，比我记忆中的少了几分灵动，像是一个劣等画师在模仿名家真迹，刻意做旧，却掩不住那一股子匠气。唉，看着胎记都淡了许多，
母亲，许是这些年你生养了5个孩子，又操持王府庶务，伤了元气，连这福气的胎记都损了色泽。还是母亲懂女儿。王爷虽宠，可生孩子那遭罪，他哪能体会万一？今晚就别走了，住在家里，好好陪陪我。那是自然，女儿还想多赖母亲几天呢。张伯，吩咐小厨房，按大小姐小时候最爱吃的口味做几道拿手好菜。这松鼠桂鱼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酸甜适口。母亲，您府里这厨子的手艺真是一点都没退步。你爱吃便多吃些，再尝尝这道望月羹，还是当年的方子。真好喝，还是这个味道，太怀念了。婴儿，还记得这道望月羹的来历吗？当然记得，小时候女儿最是贪玩，总爱在夜里不睡觉，跑到院子里追着月亮跑。哦，可不是，母亲您总怕我着凉，就亲手炖了这碗汤给我暖身子，还说这叫望月羹，喝了就能摘下月亮呢。这道羹是我和你父亲在月下思念盼他出征归来的见证，除了我们一家3口，绝无第4人知晓。是啊，你竟还记得。你是假的，那躺在偏院被剥皮削骨折磨得不成人形的，才是我真正的女儿。王妃娘娘，请洗漱。这开的是什么东西？蔫头大脑的，瞧着就晦气。回娘娘，这是夫人最爱的素冠盒顶，极其珍贵。本宫看着就不顺眼，去告诉花江全部拔了，换成大红大紫的牡丹。夫人，那兰花您养了10年呀，大小姐，那位他这也太霸道了。随他去。夫人，您怎么把那几株牡丹催得红些，越艳越好。这茶温不对，你想烫死本宫，还是想敷衍本宫？娘娘恕罪，奴婢这就去换。跪着，去院子里跪一个时辰，什么时候水温正好呢？你什么时候再起来？母亲，您家里的下人也太没规矩了，女儿帮您教训教训，您不会介意吧？你是王妃，教训个把奴才，那是他们的福气。母亲，女儿回京这些日子，听王爷说，万通号在城南的那几家金铺位置极好。确实是日进斗金。女儿在王府开销大，总得有些体面的私产压箱底。不如您把那几家铺子划到我名下。你说的对，万通号迟早是你的。谢谢母亲。张伯，拿地契来，今天就把过户办了。夫人，他要的东西已经超标了，下人们都在议论，说您老了。我就是要让他志得意满，让他觉得已经将我将整个顾家都牢牢地踩在了脚下。魏琪，你知道吗？属下不知。只有站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才会越痛。王妃娘娘真是好眼光，这花儿衬着娘娘愈发尊贵。这京城的首富顾家，也就这点东西还能入本宫的眼了。婴儿，母亲，您瞧，这花园里的花开得正盛，女儿正想着去请您一同赏玩呢。花随时能看，随我来，我给你准备了个好东西。母亲又给女儿寻了什么宝贝？母亲，咱们这是去哪儿？这路怎么越走越偏了？是个特别的东西，总要藏得深些才好。母亲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又脏又臭的，没得脏了女儿的裙子。快到了。六英，看看你的杰作。这就是我要给你的东西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姑父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婴儿，你看他多可怜啊，连舌头都没了，想喊冤都喊不出来，只能这样烂在阴沟里。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母亲，您疯了吗？快把这种恶心的怪物弄走！恶心？你是尊贵的王妃，见惯了富贵，怎么连这点慈悲心肠都没有了？这种东西就不该活在世上，他活着就是晦气。快让我走！看来你很恨他啊，甚至恨不得他立刻死在你面前。
我不认识他，何来恨意？我只是觉得反胃。啊！滚开！快滚开！别这么看着我！你认识他，对不对？我不认识，我怎么会认识这种怪物？不认识？那你为什么这么怕他？你的眼睛里为什么全是对他的杀气？我只是身子不适，王爷说过我见不得血腥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莲儿，别怕，母亲在这里，那些害你至此的人一个都跑不掉，我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娘娘，您都2天没进米水了，多少吃点。滚！我不吃！顾云那个老疯子，他一定是知道了，他想杀了我。信呢？给王爷的信送出去没有？快告诉王爷来接我走，立刻接我走！封锁所有出口，擅出者杀无赦。夫人，赵义带兵围府了，少说也有几百号人，来者不善。该来的总会来，他坐不住，说明他心虚了。大开中门迎客。岳母，王爷今日大张旗鼓，这镇长倒叫老身受宠若惊。本王听闻王妃在母家静养数日，父皇母后甚是挂念。母后有旨，命本王亲自接王妃回府。岳母，该不会想让本王空手而归，落个抗旨不遵的罪名吧？王爷有心了，只是婴儿这孩子身子娇贵，突然风寒，加之水土不服，现在连床都下不了，实在不宜挪动。万一在路上颠簸出了岔子，老身可没法向王爷交代。哼，是吗？岳母真是体恤爱女。可本王怎么听说岳母府中最近来路不明，进来个极不干净的东西？那东西不仅不干净，还吓得王妃神魂俱灭。岳母，您这府里是不是该好好搜一搜了？柳英果然等不及要把偏院的秘密和盘托出，好求他来毁尸灭迹。既然都是客，又哪来的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倒是王爷，如今正是边关吃紧之时，您身为皇子，不思为国分忧，却带着精锐卫队包围一个奉公守法的商家府邸。这事儿要是传到京城，传到陛下耳中，恐怕有违圣上对您温润纯臣的教诲吧。顾云，本王敬你是长辈，才对你的一再阻拦百般容忍。你最好识时务，立刻把王妃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本王今日翻脸无情，不念你我之间的翁婿之情。你笑什么？王爷，动刀动枪太伤和气，咱们还是聊点您真正关心的东西。王爷，你知道我万通号的船队现在在哪里吗？船队想拿你那几条跑生意的商船跟本王谈条件？王爷贵人多忘事，老身便提醒您一句，那可不只是几条跑生意的船。那支船队现在就在南下的运河咽喉处，船舱里装的是朝廷下拨给边关30万将士的30万征军粮。你怎么知道军粮在？我万通号承运了大周4成的漕运，这天下还有我不知道的粮路？这批粮是王爷您在圣前立下军令状要亲保的东西，若是能在下个月初准时抵边，王爷便是社稷功臣。到那时离那太子之位，王爷恐怕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吧。你敢动军粮，那可是满门抄斩的死罪。死罪？老身连这唯一的嫡女都快保不住了，还要这老命做什么？我手底下的那些船工都是些刀口舔血的粗人，他们不认皇亲国戚，只认我这个发工钱的东家。顾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们临行前跟我说，若是我在京城有个3长2短，他们心里就会不踏实。这一不踏实，干起活来手就会发抖。你说，万一不小心凿吞了底舱载着王爷锦绣前程的船，说不定可就真的沉了。居然敢威胁本王！粮沉了，你的命、你的位子，统统都要跟着那船一起陪葬。你输得起吗？顾云，你当真是疯了？王爷若觉得我疯了，
那便是疯了吧？算你狠，岳母，好自为之。不送。王爷，这人撤。长史大人，请留步。顾夫人，还有何指教？劳烦转告王爷一声。您请说。早些年，王爷存在我万通号钱庄里的那笔，说是用来孝敬上官打点往来的程仪，放了这么久，这天长日久的，钱搁在我这儿终究是不稳当，还请王爷尽快派人来取回去吧。这夫人的话，老臣一定带到，一定带到。夫人，那是他贪墨军饷的铁证，只要咱们把账本抛出去，他必死无疑。还没到那个时候，我要他在绝望中看着自己一点点陷进泥潭。我这是在告诉他，他的把柄这辈子都在我手上捏着。夫人，靖王这次吃了亏，怕是之后会有动作。他若敢动若莲一根头发，臣的可就不只是那30万担军粮了。既然他想鱼死网破，本王就先送他下地狱。传令下去，不计代价，今晚就要顾府变死宅。是。想灭我的口，赵毅，你太小看万通号养了20年的死士了。偏院早已是你们的埋骨地。夫人，都解决了。伤亡如何？一共8名刺客，皆是王府顶尖死士，7死1活。活口呢？已经断了手脚筋，封了穴位，带到地牢里去了。做得好，神。夫人的意思是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撬开他的嘴，我要亲耳听他招出到底是谁派他们来的。赵毅急了，柳英怕了，但这仅仅是个开始。动刑吧，别让他死得太快。夫人，审过了，骨头比预想的要软。那是你的手段见效了。带路。别再动手了！我全都说。哼，老身还没开口，你倒急着交代。魏七，看来他很怕你。是靖王府，是靖王府的死士。谁直接给你们下的令？是王妃，不是王妃身边的李嬷嬷。李嬷嬷，上面传的话，命令只有一个，不惜一切代价让那个怪物永远消失。求求你，给我个痛快！果然是他们，急着杀人灭口。看来我的阿莲是他们心头拔不掉的刺，是这世上唯一能指证他们罪孽的活着。魏七，属下在。处理干净。我不希望这府里再留下王府的半点气味。魏七，传我的令，动用万通号大洲境内的所有情报网，不计成本，给我查。请夫人示下。查柳英，从她出生到进顾府，每一口饭是谁给的，每一件衣服是谁缝的，所有底细我全都要知道。还有，查当年若莲出嫁前后，她身边所有人的动向，特别是与柳英有过接触的人。属下即刻去办。慢着，还有一件事，请全京城画工最好的画师来，要重金，要封口。画师？给谁画像？给偏院里的那位画像。我要让这张脸传遍万通号的每一个角落。我要看看，到底还有多少人认识这张脸。万通号铺了20年的网，费了无数金钱人情，若连一个女人的底细都查不全，那这招牌也该砸了。夫人，不到3天，南边和京郊的所有情报都汇总过来了。苏州府顾家的破落户，这一支我倒是有印象。情报上说，他父母早早死在赌债里，他从小在亲戚家吃百家饭，受尽了冷眼和毒打，日子过得极苦。苦命人多的是，可这柳英然是长了一颗要把天都捅皮的野心。老奴记起来了，是那个穿得破破烂烂，在后门口跪了一整天的丫头。姑妈，求你救救我！家里遭了灾，爹娘都没了，实在无处可去，只能来求你赏口饭吃。模样倒是个齐整的，看着和若莲竟然有5分相似。英儿，
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妹。这件流光锦的裙子我也有一件，咱们明天穿一样的出去玩。姐姐待我真好，婴儿命薄，以后一定当牛做马报答姐姐。说什么傻话，我的就是你的。若莲把她当成命里的姐妹，她却把若莲当成上位的台梯。老奴记得那段时间，她确实乖巧，对您恭敬，对大小姐更是形影不离。全府上下都说他们好的能同穿一条裙子。若莲一定不知道，她分享出去的不仅是首饰和衣服，还有她这辈子作为人的尊严和未来。我还以为我是在行善，是在救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。当年全府上下谁不夸这柳英乖巧？谁能想到咱们竟是引了一只最恶毒的白眼狼进了家门？若莲，她那么心善，被她最信任的好姐妹背叛时，该有多疼？当那钢刀落下时，她是不是还在喊着婴儿救命？夫人，话好了，老朽尽力了。魏妻，把这画拿去。是。复制上千份，不，上万份，动用万通号在大周朝所有的据点分发给每一个情报担子，去找，哪怕是翻遍每一寸土地，也要给我找出来。夫人的意思是找目击者？找所有见过这个女孩的人，无论是客栈小二还是路边小贩，只要有人见过这张脸，立刻重赏带回来。属下明白，凡是大小姐失踪后的行踪，绝不放过。那些人欠她的，我都要一笔核算清楚。赵毅、柳英，你们以为封了口就万事大吉了？夫人，这是万通号压箱底的宝贝了，整个大王朝也寻不出第二株，您真的要全用了？不仅是这一株，去库房把那一匣子天山雪莲也取出来。夫人，那是万金难求的万年雪莲，本是留着给您。阿莲现在的命比我的命贵，去取。夫人，老朽行医半生，从没见过这么用药的。他这具身体被摧残的如同漏风的口袋，您用这些千金难求的补药往里填，漏了就补，裂了就缝。万天号的银子随便你烧，她是我的女儿，哪怕她只剩一口气，我也要救她。既然夫人如此坚决，老朽定当尽心竭力。提着千金上踏破尘，只是一个转身。夫人，您去歇息片刻吧，奴婢守着。不必，我不亲眼看着他好转，合不上眼。阿莲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李伯，你看，他能看见我了。夫人，这孩子不仅是活过来了，他是神志清醒了。我就知道，我的若莲不会就这样认命。莲儿，别急，咱们慢慢来。从今天起，母亲哪儿也不去。你还记得你6岁那年吗？为了掏那个喜鹊窝，你趁我不注意，竟偷偷爬上了后花园那棵老歪脖子树，结果摔了个泥猴，被我罚抄了3遍女诫。你还躲在被子里偷偷哭，说我狠心。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动了，若莲，指头动了。莲儿，是母亲，母亲在这里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你写下来，哪怕只有一划也行，慢慢写，不着急，母亲陪着你。廷义，荷花亭，靖王赵毅。夫人，这若莲的闺房旁只有一座她最喜欢的亭子——荷花亭，那是赵毅向她求娶的地方，也是她出世的地方。柳英、赵毅、荷花亭所有的血债都连上了。张伯，老奴在，去把我那位好女儿请到偏院来。这会儿，王爷的人恐怕还在暗处盯着。那就动用府里的婆子，她若不肯走，就给我嫁过来。我这最后一块证据，得让她亲口给我补齐。放开我！你们这些卑贱的奴才，撒开你们的高手！王妃见谅，这是老夫人的意思。本奴是靖王妃，是皇家的儿媳。顾云那个老夫子竟然这样对我，我要杀了你们，统统都要灭九族！
你这个疯婆子！睁开你的眼，给我看清楚！不看，我不看，把这个怪物弄走，弄走啊！怕了？当初你鸠占鹊柴的时候，怎么不怕？姐姐，你叫我什么？他叫你姐姐。柳英，听清楚了吗？从今天起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听说了吗？里面那位被夫人撤了所有的伺候，连口热汤都没有。顾云，老贱人，你竟敢这样作践我！夫人，已经是第3天了，他除了第1天砸了饭碗，这2天为了活命，把剩下的馊饭都吃干净了。这种人最是惜命。顾云，你这个疯子，你竟敢软禁我！我是靖王妃，我是皇家的儿媳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等王爷回府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，他会血洗你顾府满门！你现在跪下求饶还来得及，只要你把万浩的所有铺子都转到我名下，我可以考虑在王爷面前替你保下一具全尸。说完了。王爷能不能回来还是两说，但他愿不愿意为了一个冒牌货来送死，我倒是清楚得很。看看吧，看看你的底细，再看看你那个好王爷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。柳英20岁，生于苏州府顾家破落旁支，5岁迈入苏州科春风戏牌学唱戏，10岁那年趁乱逃出，在京城街头流落3年，靠偷抢为生。不，这不是我，我是顾若莲，我是你女儿。当初我念你是个孤女，动了恻隐之心收留了你，可我没想到，我引回来的是只吃人的恶鬼。那是你疼我，你当时说我像若莲姐姐，你明明是爱我的。哼，爱？若莲待你亲如姐妹，掏心掏肺，你却在背地里觊觎她的身份，觊觎她的婚事。1年前，若莲出嫁前夕，你买通了她身边最信任的丫鬟春桃，在荷花亭的茶水里下了迷药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那是意外。意外？你和靖王赵毅里应外合，将昏迷的若莲掳走，丢入那个暗无天日的地牢，而你穿上本该属于她的嫁衣，坐上她的花轿，堂而皇之的成了新的靖王妃。你血口喷人，你这是污蔑！证据呢？你空口白牙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证据？春桃的家人去年在江南老家买了一座3进的大宅子，你说一个丫鬟的家里哪来这么多钱？我已经派人去接了，就是不知道他们受不受得住万通号专门伺候人的牢狱之灾。你连他们都……只要能救我女儿，我顾云哪怕下地狱，也要拉着你们所有人垫背。你以为凭你那点卑贱的出身，赵毅凭什么看上你？还是就因为你长得像若莲？是因为我比他更有用。王爷亲口说过，只有我才配他指点江山。有用？没错，你确实有用。他需要一个更听话、更有野心、更没有底线的女人，来帮他干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。若莲太善良也太单纯，她那双干净的手拿不动刀。可你不同，柳英，你骨子里就流着贪婪的血，你天生就是做这把刀的材料。不是这样的。他说了会给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华富贵，不会真以为跨进王府的大门就是终点。你不过是他找来的一个能帮他实现野心、随时可以丢弃的工具人。我是王妃，我为他生了5个儿子，5个，那是皇室的血脉。他若是对我没真心，怎会让我生下这么多子嗣？你以为你为他生了5个儿子，就能地位稳固、高枕无忧吗？5个儿子，这大周朝谁的王妃能有我这样的福气？王爷平日里把我宠上了天，要什么给什么，这难道不是爱我入骨？柳英，你可知，你那5个引以为傲的宝贝儿子里，有几个是靖王亲生的？你什么意思？为了拉拢那些朝中重臣，为了换取粮草和兵权，你那位好王爷可是让你这位王妃牺牲了不少色相。他每次得子都欣喜若狂，赏赐如流水般入我的院子，那是皇家血脉，他怎么可能让别人碰我？哼，是不是污蔑？其实很简单，带上那5个孩子，咱们进宫，当着圣上的面滴血验亲。进宫验亲？就是不知道你那位野心勃勃的靖王殿下是会保你这个冒牌货，还是会为了自保亲手杀了你们母子6人，免得担上混淆皇室血脉的滔天大罪？不，他不会的，
他承诺过要保我母子一世繁华，如今我万通浩的钱，他一分也拿不到。你的秘密也被我摊在阳光下，你觉得你这个工具还有用吗？手好了，别让他死了。他欠阿莲的债还没开始还。对柳英的审判只是前菜，真正的账该找正主算了。属下明白，只是赵毅在府外还留了眼线。让他去报。传我的令，万通浩沉醉的够久了，从现在起全力运转。夫人，各大掌柜已在密室候命，请下令。是。第一道命令，万通浩旗下所有钱庄即刻封库。夫人，若全面封库，怕是京城要乱。听清楚，凡是与靖王赵毅派系有关的官员、商人、地主，无论停止所有信贷周转。我要他们明日一早手里的银票全变成废纸。第二道命令，我要靖王名下所有的黄庄矿场一夜之间臭名昭著。夫人的意思是，动用咱们养的所有眼线、说书人、地痞向外放风，就说那几个矿场经营不善、贪腐成洞，马上就要出现填不上的讨债、巨额亏损。第三道命令，动用万通浩所有流动提子，不计成本给我扫货。夫人要扫什么货？食盐、布匹、茶叶，凡是市面上流通的，有多少买多少，全部囤入暗仓。如果没有我顾家的钱，连口盐他都买不到。把这些密令通过咱们最隐秘的渠道立刻发出去。我要让这道命令传遍大周的每一个角落。是，信鸽和快马已经出发了。听说了吗？靖王的矿场要塌了。赵毅，你用权力残害我的女儿，那我就用这满城的铜座位，把你那高高在上的野心彻底埋了。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夫人，各大钱庄已经全面封库，食盐、布匹、茶叶已经全部囤入暗仓。靖王的矿场和黄庄已经传遍了负面消息，各地的债主正在赶往靖王府的路上。很好，继续盯着，有任何动静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听说了吗？不仅咱们家大人，连那边尚书府的资金链也断了。还钱！靖王管理的那个矿场不是说日进斗金吗？怎么一转眼就亏空了？把老子的血汗钱还回来！风声都传遍了，说里头全是烂账。万通浩已经撤资了，咱们要是再不收回货款，这辈子都得赔进去。快，带上家丁，随我去靖王府讨债，晚了连根毛都捞不着。王爷，炸了，全炸了！户部、兵部的几位大人都在催债，说咱们答应的利钱没到账，他们现在在吏部被对头咬得死死的。顾云，一定是那个毒妇在搞鬼！本王的矿场怎么可能突然亏损？王爷，外面全是合作的商户，闹着要终止合作，还要咱们赔偿违约金，正堵着大门骂街呢。夫人，不过10天，赵毅手下的官员已经乱成一锅粥，资金链断裂，他们现在连买通下人的钱都没了。习惯了万通浩的供养，如今断了奶，他们自然要发疯。那些商户闹得最凶，赵毅名下的信用已经崩了。夫人，效果比预想的还要好，因为咱们大量收购，市面上的盐价已经翻了3倍，布匹更是有价无市。赵毅现在唯一依仗就是那批军粮，只要粮还在运河上，他就还觉得自己有翻盘的机会。他想动用权势来压咱们，那就让他压。我要让他看看，当全京城的百姓因为买不起盐、穿不起衣而怨声载道时，圣上是保他这个皇子，还是保着天下太平？开门，让王爷出来说话。当初说好拿矿山抵押，如今矿山封了，本钱总得还我。诸位稍安勿躁，进宫面圣了，等王爷回来定有交代。面圣，怕是去求饶了吧？万通浩已经停了我们的奸价，若今日拿不到银子，我们就死在王府门口。顾云，你想用这满城铜奏困住本王？钱呢？本王问你钱呢？前日还在账上的30万两红利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王爷，万通浩封了咱们所有的银路，咱们名下的金铺、酒楼因为拿不到货，已经全歇业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夫人，全京城的盐、布、茶90%现货已入咱们的暗仓，赵毅手里的那几张盐印现在就是废纸。他不是喜欢掌控别人的生死吗？现在我让他看着满城百姓饿肚子没衣穿，看朝廷的御史大夫们会不会把他的王府给掀了。朝廷已经开始问责了，说他管理盐铁不力，致使民生动荡。这才只是开始。
万通号囤积居奇，扰乱市价，奉靖王令查封全城金货药行，账目充公。这是工部签署的特许商令，更有当朝太子亲笔批复的赈灾义商牌匾。什么？太子？大人要查封，便是查封太子的脸面。不知大人头上的乌纱帽够不够抵这一遭？顾云，你缩在里面做什么？得罪了靖王，你这顾府迟早要变成一片焦土。夫人说了，顾府门前不留畜生，滚！你等着，王爷绝不会放过你们。本王是皇子，本王是天家血脉。顾云，你不过一个商贾之妇，凭什么本王动不了你？莲儿，听到了吗？他现在一败涂地，却动不到咱们半根汗毛。不过，光是让他没钱花、没权动，怎么够呢？接下来，我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别急，莲儿，那些噩梦虽然痛苦，但他们现在是我们手里最利的刀。慢慢想，在那处地牢里，赵姨都和什么人说了什么？兵部那边打点好了吗？那批私运出境的甲胄军械，绝不能走漏风声。王爷放心，兵部尚书亲自经手，账目早已抹平了。兵部尚书私通军械，好，我记下了。户部侍郎，他的儿子在乡下强占民女，闹出了人命。这些畜生，真以为在那暗无天日的囚牢里，就没人听得见他们的罪孽了？赵毅自以为拿捏住了这些重臣的软肋，却不知这些把柄如今全成了他的催命符。夫人，这些信若由万通号送出去，恐怕会暴露咱们。谁说要用万通号的名义？我要这些东西从赵毅政敌的手里递上去。这一封送给当朝太子赵洵，他被赵毅压制了这么多年，正愁找不到机会反击。属下明白，定会让这些信不经意地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。记住，不要留任何痕迹。赵毅啊，赵毅，你手伸得这么长，连军械都敢动，这回看父皇怎么保你！哈哈哈哈！快备将，本王要立刻进宫面圣，把这些罪证呈给父皇。臣弹劾靖王党羽兵部尚书走私军械，证据确凿，请圣上明断。臣亦弹劾户部侍郎纵子行凶，草菅人命，此皆靖王暴毙之过。王爷，现在满朝文武都在联名上书，这弹劾的折子都快把金莲殿的门槛给踩烂了。您快去圣上解释啊！怎么解释？那些匿名的信把本王手底下每个人的底裤都翻出来了，每句话都正好吐在父皇的肺管子上。万通号那边呢？顾云那个毒妇在做什么？顾府大门紧闭，咱们的人连墙头都翻不进去，全被魏全杀了丢出来。顾云，你想看着本王毁灭，本王先拉着你们所有人陪葬。夫人，皇宫那边传信，皇帝60大寿的请柬已经发出来了。60大寿，那是给老皇帝贺寿，也是给赵毅送葬。咱们的准备都妥当了。柳营那边不用看守了，会有人来把他接走的。夫人，这一身朝服，您已经5年没穿过了。那是王夫用尸山血海换回来的战功，是顾家的风骨。今日我要用这千斤重的名分，去皇宫里砸开一个天大的公道。莲儿，别怕，今日之后，这大周朝再没人能欺负你，也没人敢看轻你。夫人，此事营已在宫外待命。出发。王爷如今子嗣方生，王妃娘娘更是福泽深厚，真乃大周之幸，圣上之喜呀！大人过誉了，全赖父皇洪福。王爷，那老东西真的会来吗？他敢带那个怪物来，本王就让他顾家今晚彻底绝后。万通号顾云夫人携家眷到。那是什么？顾夫人竟然推个进殿！他真的把这个怪物带到了皇上面前。顾云，你当真要在这万寿宴上拉着全族给本王陪葬？岳母大人，您总算是到了。
本王与王妃可是等候多时了。母亲，您来的正好，快入座吧。赵毅，你的笑还能维持多久？贺礼环节开！臣妇顾云，恭祝皇上万寿7天，大成国祚永昌。你这身后这是？回皇上，这是臣妇历经磨难才寻回的嫡女，因她遭逢了大周开朝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冤案，这才形容可怖，惊扰圣驾。冤案？爱卿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臣妇今日不献奇珍异宝，只献给皇上一份大礼，一份关于靖王殿下与靖王妃的7天丑闻。顾云，你这个疯婆子！皇上圣寿之日，你竟敢在此口出狂言，构陷皇子！你是想要灭九族吗？王爷急什么？这出戏才刚开场，您的脸色怎么就白成这样了？莫不是这满殿的功勋都压不住您心里的鬼？顾云，当着朕的面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若有虚假，朕绝不轻饶。皇上，坐在王爷身边的那位根本不是臣妇的女儿顾若莲，真的顾若莲就在这里。1年前出嫁前夕，赵毅与这柳氏合谋，在荷花亭将我女儿下药掳走。他们为了吞掉顾家富可敌国的家产，让这毒妇易容顶替入府。他们将若莲关在地牢，扭断4肢，拔去舌根，把一个天之娇女生生虐成了不人不鬼的人质。你胡说！这是怪物，不知道从哪找来的怪物。父皇，顾云疯了，他勾贼构陷儿臣，快杀了他！王爷别急，老身今日既然赶来，就带够了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的证据。一派胡言！你这老疯子，竟敢在万寿节上信口雌黄，分明是顾云想谋害皇室的诡计。若是真的，你何必抖成这样？这是柳英在顾府亲手画案的供状，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如何受靖王指使，在荷花亭下药，如何与靖王内外合谋，还有被你们灭口未遂的丫鬟春桃，他的全家老小皆可作证。你给他的那笔卖命钱，现在还在他苏州老家的地窖里埋着。还有这血肉之躯上的印记，天命注定，绝无法伪造。来人，将2人带至偏殿，传太后御用张院判即刻入宫查验2人身份胎记。回皇上，柳氏的莲花胎记是用针刺染色伪造的，颜色死沉，边缘生硬，皮肉下还有未消散的针孔淤青。而顾小姐的莲花胎记入骨3分，皮肉共生，色泽自然，却为娘胎里带来的天生印记无疑。好，父皇，靖王的罪可远不止这一桩。儿臣这里已有靖王结党营私、贪墨边关军饷，甚至暗中豢养私兵、意图不趸的全部罪证。好，朕还没死，你就已经在盘算着龙椅的位置了，逆子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既然你们不给本王活路，那大家就一起死！老东西，既然你要废了我，那这天下干脆就陪我一起葬了！则死。你是顾云身边的那个影子。王爷，影子虽暗，却最是杀人不见血。逆子，你这个罔顾人伦、意图弑父的孽障！善恶终有报，女儿，咱们回家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三子赵毅图谋不轨，构陷嫡妃，残害人伦，罪恶滔天，朕甚痛。即日起废赵毅为庶人，剔除宗籍，将其终身圈禁于皇陵，为历代先祖守墓，永世不得出。守墓。顾爱卿，靖王之乱，朕愧对顾家。臣妇不敢，只求一个公道。至于那个祸首柳英，他既曾是你顾府的人，朕便将他的处置权完全交给你，是生是死，是寡是放，皆由你定。夫人，大家都猜您会直接把他乱棍打死，或者送进廷尉府受刑。死？受刑？那太便宜他了。他当初挑唆靖王把莲儿虐待成如今这般，我定会让他比死痛苦1000倍万倍。顾云，你带我回这儿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我宁愿去坐牢！我求求你给我个痛快！那多冷清啊！这里多好，有你熟悉的味道，还有你最熟悉的人。柳英，
从今天起，你就在这儿体验一下你为我女儿亲自设计的人生。不是，姑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看在我是顾家分支的份上，饶了我吧。你不配姓顾。姑妈，姑妈，找最好的刀斧手，按阿莲受过的苦，一刀一刀还给他。是。夫人，照您的吩咐，那柳英已经抬进去了，伤口用了最好的金疮药，烂不了也死不了。好，吃吧，夫人说了，绝不能让你饿死。英儿，跑什么？对了，赵毅现在在皇陵守墓，自身难保。至于你的孩子们，经过秘密验证，竟然只有最小的那一个是赵毅的血脉。不，是王爷的，都是他的。夫人，他疯了。这些人当初为了讨好赵毅，或是冷眼旁观若兰失踪，或是亲手递了折磨阿莲的铁钉。名单上的36个人，他们的底细全部核实，无一冤枉。万通号的情报网平时是财路，今日便是我顾云最锋利的屠刀，发出去。是。诸位，今日这京城可变了天喽！昔日那几位大人都被人翻了出来，桩桩件件全是安撒事儿。听说了吗？大理寺那位少卿当年为了讨好靖王，竟然草菅人命，卷宗都被万涛送进皇宫了。报应啊！这顾夫人平时笑眯眯的，动起手来真是雷霆手段。这京城终于干净了。听说了吗？顾家那位老夫人，如今在朝堂和商界可是有个响亮的名号。你是说笑面阎罗顾云？几位爷，慎言，在京城做买卖，有条死理得记牢了，你千万不能欠。顾家的人，你更是一根指头都不能碰。仇已报，怨已消，这顾府的大门往后在京城就该关上了。夫人，咱们这些人跟了您几十年。张伯，你年纪大了，本该留你在身边享福，但我这趟回江南，路途遥远，老奴哪儿也不去，老奴就得跟着您。莲儿，咱们走吧，离开这儿，回咱们出生长大的地方。夫人，马车备好了，死尸应已在暗中随行。走吧。老夫人，您终于回来了！回来了，苏州的雨还是这么润。顾夫人，恕老朽无能。这位姑娘四肢被折断太久，且当年接骨之人手段极其阴劣，骨骼已成畸形之势。真的，一点都不见方子，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重塑手脚，恢复嗓音，那非人力可为啊！夫人，这京城和江南最好的医者都看遍了，骨骼畸形又如何？无法言语又如何？莲儿，只要娘在，你就是顾家最尊贵的大小姐。娘在。奇迹，当真是奇迹！大小姐体内的余毒已清，辅以这些日子的药膳温补，这气血竟比寻常女子还要旺些。只要她底子好了，吃多少苦，花多少银子，我都不心疼。夫人，这是请苏杭两地最好的机关大匠，按大小姐的身形打造的假肢和辅助支架。这木枝内里嵌套了细银丝和鹿皮垫，尽可能减缓对创口的磨损。莲儿，痛就咬住牙，这第一步只有你自己跨过去，这辈子才算真的活过来了。莲儿，你看这太湖的夕阳，像不像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咸蛋黄？怎么了？是风大受凉了，还是坐久了身子乏？你要学做生意。阿娘，这笔临安府的茶账算错了，少算了1两3两银子，够买好多糖葫芦呢。咱们阿莲啊，生来就是捏算盘珠子的命。好，咱们学。万通号36省的账簿，漕运的关卡，钱庄的生死，阿娘全都交给你。做生意，第一要紧的不是算账，是看势。这临安码头虽然小，却是南货北上的咽喉。如果我是对方的对头，我会在这儿放一把火，断他的路。莲儿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做？围魏救赵。好一个围魏救赵，直接劫他下游的买家，让他有货也变不成钱。
莲儿，你这心思比阿娘当年还要毒辣3分。夫人，北边大旱，粮价翻了天，咱们在通州的粮仓是放还是守？莲儿，你觉得呢？等皇令。是。在这商海上，最脏的不是钱，是人心。对付那帮老狐狸，你得比他们更懂贪婪。这些手段，阿娘毫无保留的交给你。尔虞我诈也好，釜底抽薪也罢，只要能赢，就是上策。若是这名单里有人反水，你当如何？这世上最难测的是人性，最易破的也是人性。你要是贪这立足，就会丢了帅。不贪。莲儿，你对人性的洞察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吗？地狱见过鬼。莲儿，阿娘能教你的都教了，这万通号的千层浪得你自己去闯。这半年京城那边的余震未消，咱们万通号的生意能稳中求进，全赖诸位操持。老夫人客气，只是这南边水路的关卡越发难走，漕运的折损已经连续3月上涨，咱们是不是该给那些运河官天提点赏钱？大小姐，海运自古凶险，风大浪急，若是翻了船，那是倾家荡产的买卖啊！是啊，漕道虽然被官家卡着脖子，但好歹是旱涝保收，改道这太冒险了。官吃人，海有路。好，老夫人，大小姐这一手借助打力，不仅绕开了漕运那帮贪官，还能直接吃下西洋商人的香料生意，这利润至少翻5倍。莲儿的眼光向来精准。这笔买卖要是成了，整个江南的商路都要被你改写了。老夫人，大喜！第一批海货回流，除去折损，咱们净赚了180万两白银，这是万通号开号至今单笔利润最高的记录。他们现在看你的眼神已经从怜悯变成敬畏了。好，阿娘这把老骨头陪你把这圈画圆了。老夫人今日60大寿，却要把咱们这些老骨头都叫来，怕是不止喝寿酒这么简单。听说是要定下万通号未来的掌舵人，除了老夫人，谁还能镇得住这富可敌国的家业？老身在这商海上漂了40年，万通号能有今日，全赖诸位。今日不仅是老身的寿辰，更是万通号更名改姓、重立乾坤的日子。从今日起，这万通令我交还给顾家真正的继承人顾若莲。老夫人，不可啊！大小姐虽然身份尊贵，可她这身子如何能撑得起这大周第一商货？大小姐，并非我等不忠，万通号生意遍布四海，官场险恶，您这怕是连账本都翻不动吧？这是按照大小姐吩咐，各省掌柜人手一份，此为万通号未来10年之生路，各位看仔细了。这是从岭南到京城的秘密粮道图，连沿途官衙的暗号都对得上。不仅是粮食，还有西域的矿脉、南洋的海图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看这钱庄的回笼计划，逻辑之严密，竟然算到了3年后朝廷可能的税制改革。诸位都是商场上的老手，这份方略比起老身当年的手段如何？我等愿听大小姐调遣，万通所向，生死追随。李成。乘月相锁，宿命奈何？人上月落，此生依旧。是。大小姐，这笔南洋的香料生意，对方想压咱们3成利，您看？断粮3月。是。夫人，大小姐如今在外面名声可比您当年还要响。是吗？那帮老狐狸怎么说他？他们都说顾家又出了个笑面阎罗，不仅手段毒辣，更是算无一策。忙完了。春了。是啊，春天到了。3年前咱们离开京城的时候，阿娘以为这辈子的心都跟着那场血仇死在那儿了。心路，对，旧路已尽，往后啊，是你要带万通号走的新路。